这一波打了周明轩，第一时间因为有影片，确实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但是那个剪接的痕迹过于明显。海峡导报的社长有出来，他根本不是社长，他是社委委员。过去他所用的方式就是这种讯息差，透过两岸交流上的不便利来打出这种什么中国人很蠢啊，小网红都白痴啊，他可能觉得全中国全部都关在网络长城后面，所以目的就是让真的上逼政委员出来发文质证我们社长，那这么不就证明这个电话是真的了吗？这通电话是真的是假的？你直接把完整录音版放出来不就结束了吗？这种逻辑能通哦？赛格也在加啦，幕后黑手已经浮上来，这个人叫做黑熊。这个民意代表在台湾可以很容易接触到中国的高官，然后他又可以接触到我们台湾一般的基层民众，所以对中国来讲，民意代表是一个很好渗透的对象，也一定有这个中间人去接触了这些网红。为什么民意代表要去对岸，要跟官员做登记？这是不对的，这不符合分权原则。他坚持不改行政监管，也就是只有民进党可以交流，可以去赚红钱、舔红钱、跪供、舔供，然后其他人去通通不行。事实上，这样的行为等于是出行限制，就是一定程度的紧急状态，就是初阶版的戒严。真正的目标就是要实体戒严，要阻断两岸交流。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这一波打了周明轩之后呢，事实上效果很有限，因为台湾人事实上这几年下来，对于完全造谣抹黑的方法，基本已经逐渐免疫了。当然，第一时间因为有影片，确实让人家看起来一副好像是真的，但是那个剪接的痕迹过于明显，对方呢是被动提起周明轩的，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现在绿媒的攻势明显的在放缓。海峡导报的社长有出来，他根本不是社长，他是社委委员。我想阿炯他可能还是觉得过去的那一招是有效的。听他在辱华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很多，就像是波特王几经爆料之后，表面上看起来赢马了，事实上他输透了。但是这个林进东一出来之后呢，他不是去指责对方造谣，而是说我在设陷阱来证明为真。他说有人说把海峡导报的决策委员兼社长助理搞错成社长以指控他影片造假，我要跟大家道歉，但我故意这么做的。他解释将海峡导报的决策委员说成是社长，目的就是让真的上逼这个委员出来发文质证我不是社长，那这么不就证明这个电话是真的了吗？这种逻辑能通哦？赛格也在加啦，他是不是真的？哪需要你直接这样证明啊？这通电话是真的是假的？你直接把完整录音版放出来不就结束了吗？还需要去逼他出来说他是说是什么吗？他可能觉得全中国全部都关在网络长城后面，所以呢，他不管造什么呀，讲什么话，对岸只能透过对岸的官方媒体系统，用对岸的微博相关系统来讲。他只要如果他使用的是对岸的平台，他就可以说这个是中共统战资讯的一部分嘛。过去他所用的方式就是这种讯息差嘛，透过两岸交流上的不便利性来打出这种什么中国人很蠢啊，小粉红都白痴啊，还有低贱畜生这种等等的所有的负面标签全部把它灌在小粉红身上，小粉红就像一群低智商生物，觉得他这样很了不起。所以我就是讲说八炯他在这一次当中最大的一个失策，他没有想到的问题就在这。再来我跟大家讲一个料，这个八炯因为他每天要发新片，所以他的发片量很大。我之前就在想，再怎么有梗，再怎么能接爆料，你看得住每天都有人跟你爆料吗？好死不死，他之前有在应征的，当中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撰写脚本。我敢讲，我敢负责，我公开说百万网红八炯本名温子瑜，他就是有在应征人撰写脚本呀，在造谣嘛，你就继续造谣嘛，你就讲那个理由，笑死人了，把你底裤给揭穿。三立今天就跟进报道，八炯拍统战片破圈3天237万观看，陈柏元收海量中国威胁性必死。今天就有PTT 的乡民，他就透露了他的实际的目标，八炯可反贼里应外合，揭开中共统战手段一小角，顺便拉出台湾舔共人在中国舔的辛酸，还被台湾人臭骂。这次能唤醒多少人？最少限度让台湾舔共者的门槛大大提高了，以后舔共者大概会被刷一波忠诚检验，才有继续跪舔服侍中共。想要那一丁点残羹剩饭舔的不够用力，大概要回家吃自己了。其实他这一段讲了半天，我跟你讲，就是两个指向性。第一个，这一波八炯洗地失败，所以这种自我安慰说，你看啊，就算我们没有讲到台湾人怎么样，至少让你以后
要舔共者很难舔共。然后呢，幕后黑手已经浮上来，这个人叫做黑熊。一个民意代表在台湾可以很容易接触到中国的高官，然后他又可以接触到我们台湾一般的基层民众，所以对中国来讲，民意代表是一个很好渗透的对象。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法规的漏洞，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台湾的政务人员要去中国都是要报备的，但我们在两岸条例偏偏就漏了民意代表，也一定有这个中间人去接触了这些网红。看到没有？串起来了。黑熊说中间人是民意代表，所以他破题了哦。然后后面是网红哦，然后把蓝白抓起来哦，关键字就出现了哦，民意代表、蓝白、网红。所以你看，他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他在操作这件事情。所以我说这一次围攻钟明轩是黑熊的阴谋。好，来我们继续看。但是马英九也有可能是中间人嘛？对，马英九明白的就是，你看哦，这个提这个问是谁？丹立。明白的就是告诉你我是中间人。对我来讲，马英九他在举办的这些活动，为什么陆委会做出这个相关的裁处，就是因为他很明显在瞄准了台湾各式各样的团体，然后再把中国可以对应的相关的统战团体带来台湾。黑熊的目标很明确，前面阿炯带着闽南郎发起对于钟明轩的进攻，进攻完之后，他说钟明轩不是重点，重点是打击后面的统战产业链。这个统战产业链呢，黑熊就带头说，统战产业链最严重的是民代，是蓝白在打，而中间串联的就是网红，而这个所形成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统战的做法，就是马英九，他就把体育员带过来。你觉得奇怪，这逻辑好像怪怪的，就是缺乏逻辑串联性。可是这就是黑熊，所以你很难跟他讨论，因为你跟他讨论没有逻辑啊。沈伯洋这2天呢，同时在写脸书文章，你看哦，有些朋友听到我说中间的很重要，所以觉得没有错，但不知道为何虚无缥缈，不知如何处理哦。我这一整年都在处理这个，确实没有系统性的分享过，这边综合整理一下。所以其实沈伯洋短短的第一句话就已经告诉你了，他正在串联这些系统，因为他知道两岸交流是挡不住的。你看哦，民意代表风险最高，我被挡最多次的法案就是这个，人家都跟他讲了，民意代表不是官员，为什么民意代表要去对岸，要跟官员做登记？这是不对的，这不符合分权原则，他坚持不改。其次风险是退休人员，还要强调退辅会也提案修法，还有什么教授黑道行政处理。好，我跟你讲，什么叫行政监管？也就是只有民进党可以交流，民进党可以去赚红钱、舔红钱、跪供、舔供，然后所有其他人去通通不行。所以这沈伯洋的计谋，我跟你讲还不是这个。我今天后来去查了一下他的推文，你仔细看，他马上又提了一个，他说今天国安提案又挡了26次，但这不是重点。第二，立法委员容易变成中国和台湾之间的中间人。傅崐萁这2天人就在中国，所以他的目标是什么？非常清楚，明着打钟明轩，其实是要修理在野党。那事实上这样的行为等于是什么？出行限制，就是一定程度的紧急状态，就是初阶版的戒严。所以他现在的真正的目标就是要搞实体戒严。所以我一直说民进党他们是真心认同该戒严的，所以他们在挡戒严法，要阻断两岸交流，两岸继续交流下去对民进党极为不利。所以现在很可笑的地方就是这样来了。